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火山布雷系统，号称针对解放军2栖快速登陆。那您对美台军售新花样怎么看呢？就事论事，这次买火山还算是台湾在不对称建军上花了点心思，也就是无法在海空上和我们较量后，退而求其次，构建手势布雷能力，以图顽抗。早在2017年，美学者易思安所写的《攻台大揭秘》一本书在岛内大火，连台军都引为智囊。这本书第4章重点描述所谓大陆选择攻台地点要害是适合首波快速投放营规模兵力兵器，最好是一处大沙滩，附近有机场港口，方便后续梯队跟进。而这也被称为所谓的胜败24小时。按照台军认知，全岛皆临海，可适合营以上规模登陆的滩岸却局限在14到18处，也就是所谓的红滩。而且有的红滩常年面临海岸线侵蚀和沙石流失，所谓的红滩普遍的宽度只有3到5公里。如果考虑对手登陆后要尽快夺取港口机场，随即建制台湾心脏，目前台军所认定的头号红滩就是巴黎芦竹到观音一带，为此就必须死守永安、南寮渔港和台北商港。这就回到了话题本身，为什么台湾陆军出手去买火山？而且有消息说主要给驻台北的6军团各部，这就是重要原因。目的当然是快速布置雷障，迟滞和约束登陆兵，为后续增援部队赶到赢得时间。但换个角度看，这种建军思维于事无补。观察我们这些年合成化建设，对付像火山这样的障碍早已不在话下。且不说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大批无人作战装备已经列装，即便拿传统工兵来说，对付雷障早有办法。现在我们合成旅里面不仅有包含战斗工兵的战斗支援营，各合成营也有工兵分队伴随。特别是这些年，我军的工兵训练早已超越包括2栖登陆在内的野战环境，都延伸到居民地城市战了。如果碰到火山企图制造雷障，理论上不要工兵出面，在信火一体的我军火力打击面前，火山发射平台的存活都成问题。即便他们侥幸构成雷障，我战斗工兵已知的一些装备轮番上阵，就完全能够克制对手。如果有朝一日面对火山，撇开先发制人打击不谈，我工兵而言也不过是家常便饭的清障作业，更准确的术语叫执前清障，也就是在敌火威胁下，用有人无人的工程保障力量独立或配合其他力量，迅速开辟安全道路。公开的信息显示，我工兵已经拥有大量的无人平台，从单兵携带的小无人机，再到班组的扫雷机器人，再到带有云豹扫雷具的大型扫雷车，可以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果您还有什么怀疑的话，可以看看我军支援到联合国人道扫雷任务里的各种器材，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口碑。还是那句话，台湾只在以武拒统的建军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美台不断军事勾连，类似卖火山布雷系统这样的地刀子行径，会对解放军维护主权和祖国统一造成多大牵制呢？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前年有个说法，很能总结美国武装台湾的套路，那就是把台湾变成持久消耗中国大陆的绊索，在此之下，所提供的武器就无所谓过去的进攻与防御之分了。而且美国刻意用大促销的方式刺激台湾购武的胃口，制造两岸对立，同时技巧性的防止突破大陆的底线，把冲突保持在冒烟而不燃烧的状态，避免售台武器轻易变成大陆的战利品。理论上，伴索战略奏效的本质是美国先以大投入去加粗加宽盟友或伙伴这根伴索，并以有事时出动大规模部队介入为政治保证。美国或许在韩国、以色列甚至乌克兰可以这样干，但在中国台湾想如法炮制，那就滑稽了。首先，伴索战略是要让美国的对手知难而退，但台湾呢，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加上两岸力量对比早已倒向大陆一边，美国无论怎样递刀子，都不可能扶起台湾这个阿斗。
其次呢，美国当前推进的印太战略，虽然有扶持台湾的内容，还包括在台海周边大搞情报联盟、海空军航行飞越自由，甚至未来要在冲绳搞滨海团，在我们家门口弄得天天有事儿。但归根到底，这些措施对一个大国是无效的。正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对半战争》里所描述的，中国大陆所营造的反分裂军事遏制力量成长更快，对美国印太军事布势乃至同盟伙伴关系造成了挤压效应。